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脑科学家中野信子女士所著的《人类为何无法原谅他人》这本书。中野信子作为日本知名的脑科学家，在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人类为何会产生难以原谅他人的情绪，以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的正义成瘾等负面的心理现象。大家是否曾经思考过，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最难以原谅他人呢？比如，面对出轨、歧视、不当言行或违反规则等情境时，我们都有过无法原谅他人的经历。但为什么这种强烈的无法原谅的感觉会出现呢？人类为什么会如此难以放下对他人的憎恶呢？通过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，包容多样的价值观，从而成为更加宽容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什么是正义成瘾；第二，应对正义成瘾的3种策略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什么是正义成瘾？正义成瘾指的是人类通过对他人进行所谓的正义惩罚而获得快感，并逐渐沉迷于这种快感的状态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人们在惩罚他人时会感到愉悦呢？答案在于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，天生就具备排斥背叛者的本能。这听上去有些复杂，但让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。作为社会性生物，我们人类依赖集体的生活，群体的存在对人类的繁衍和生存至关重要。在长达约250万年的时间里，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，直到约1万年前才开始农业生产。更近的工业革命发生在250年前，人类社会才步入现代化。因此，人类历史的99%以上时间都是在狩猎采集的环境中度过的。尽管现代社会因为科技的进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人类的生物进化速度极其缓慢。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与几万年前相比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是我们讨论的基础。正因为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依赖着集体生活，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那些背叛集体的人。尽管今天的社会允许个人独立生存，但这种现象是现代化的产物。在狩猎采集时代，人类只有通过群体合作才能生存。因此，任何背叛集体、破坏规则或只顾个人利益的人都会对整个群体的生存构成威胁。为了应对这种威胁，人类进化出了一套排斥背叛者的机制。那么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呢？正如我在开头所说，人们通过实施正义惩罚来体验快感。排斥背叛者和违反规则者的行为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本能之中，而这种行为能带来一定的满足感。简而言之，人类的社会性本质要求我们在群体中生存，而排斥那些破坏规则的人成为了我们的生存策略。这种行为还能带来心理上的快感。当一个人逐渐沉迷于通过正义的名义来指责或惩罚他人时，他们会变得无法轻易原谅他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成瘾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正义成瘾在日本社会中更为常见。据说日本人更容易陷入正义成瘾。那么，为什么日本人更容易产生这种倾向呢？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有着较强的社会性。所谓社会性强，就是他们更加重视集体合作。相信这一点大家都能够理解。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社会性，日本人往往更善于体谅他人，也展现出许多积极的行为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日本人对待背叛者的态度往往非常严厉。那么，为什么日本人的社会性会如此突出呢？这个原因其实非常有趣，和日本的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。由于日本频发自然灾害，从古至今，日本人必须依赖集体合作才能够生存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的气候高温潮湿，暴雨频繁，台风也会经常来袭击。此外，由于日本处于地壳板块的交界处，火山活跃，地震频发。全球范围内6级以上的大地震中，约有20%发生在日本。因此，日本也被称为地震大国。
这样的自然环境让日本成为了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，而且这种情况自古至今都未曾改变过。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，日本人不得不依赖集体合作来应对，这也促使他们形成了高度的社会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应对正义成瘾的3种策略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能够宽容他人的人呢？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应对正义成瘾的3种策略。首先，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正义成瘾，难以宽恕他人呢？这些人通常无法接受多元的价值观。相反，那些能接纳多种不同价值观的人，很少会产生无法原谅的情感。他们能够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心态来看待他人。此外，宽恕他人也需要具备理性的思维。理性思考的人通常不会觉得不原谅别人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可能认为某位明星的私生活出轨与自己毫无关系，或者制止一个乱丢垃圾的人也无济于事，因为这个人今后可能还会继续乱丢垃圾，提醒他反而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换句话说，干涉他人的行为未必能够改变对方的想法，因此不宽恕他人并不会带来多少好处。相反，沉溺于正义成瘾的人，有时会因为自己无法宽恕他人而感到内心的自我厌恶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不宽恕都是消极的。像母亲为了教育孩子而对其错误行为进行批评，这是必要的不宽恕。基于这个前提，如何避免陷入不良的正义成瘾呢？这就需要我们要学会接受多元的价值观，进行理性思考，并预防正义成瘾。我们可以通过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质来实现。前额叶皮质是负责分析性思维和客观判断的区域，锻炼这一部分有助于增强接纳不同观点的能力，并促使我们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。那些前额叶皮质发达的人更擅长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倾向于做出有利于长期利益的决策，因此他们往往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前额叶皮质的发育较为缓慢，通常在7到9岁时开始发育，直到30岁左右才完全成熟。然而30岁以后，前额叶皮质就会逐渐退化，因此20多岁的人应该尽可能锻炼前额叶皮质，而30岁以上的人则需要有意识地保持其功能活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前额叶皮质的退化会让人变得更加固执，让宽容他人的能力下降，最终可能成为顽固不化的倔老头或固执的老太太。因此，保持和锻炼前额叶皮质的功能，对于保持宽容心态和避免正义成瘾至关重要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3种锻炼和保持前额叶皮质年轻的方法，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方法来锻炼自己的大脑，成为更宽容、理性和聪明的人。第一种方法，积极尝试新的体验。通过不断尝试新的事物，给大脑带来良好的刺激，激活其功能。然而，这里的新体验并不需要太夸张，比如选择一条不同的路，尝试一家新的餐厅，或品尝不同的菜品。这些小的改变都能对大脑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正如中野教授所说，新的体验不必是巨大的变化，任何微小的不同都能刺激我们的大脑，保持其活力。大脑有8大功能区，包括思考、情感、沟通、理解、运动、视觉、听觉和记忆。这些功能区需要均衡使用，才能激活大脑的整体表现。因此，为了提升大脑的表现，给予其多种刺激是必要的。这不仅能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果，还能防止大脑的退化，避免陷入正义成瘾。第二种方法，保持生活中的愉悦。愉悦的生活能够让前额叶皮质更好地运作。当我们面临睡眠不足或压力过大时，大脑的表现会显著下降。因此，保持生活的愉悦，确保充足的休息时间，不要让任务堆积是至关重要的。尽管适度的压力能激活大脑并提升其表现，但过度的压力则适得其反。这就是耶基斯多德森定律所揭示的。人们在适度的压力下表现最佳，
因为这种压力能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，能提高集中力和记忆力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很多人面临的往往是过度的压力，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，合理安排休息时间，保持生活中的余裕非常重要，这样才能让前额叶皮质充分发挥其作用。第3种方法，关注饮食和睡眠。饮食和睡眠对大脑和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在饮食方面，应注重均衡的营养，尤其是 Omega-3 脂肪酸，这种物质对大脑发育和防止老化非常关键。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食物包括鲑鱼、金枪鱼、沙丁鱼、青花鱼等，以及牡蛎、核桃、紫苏油和亚麻籽油等。这些食物能有效帮助前额叶皮质的发育和维持。至于睡眠，理想的睡眠模式因人而异，但通常每天至少需要6小时的睡眠，最好能保证7小时。夜间的6到8小时连续睡眠固然重要，白天的小憩也能带来显著的恢复效果。据研究显示，10到20分钟的午休能显著提升大脑的恢复能力。有些研究甚至称午休的效果是夜间睡眠的10到20倍。即便是5到12分钟的短暂午休，也能显著提高大脑的恢复力。因此，合理安排午休对保持大脑活力至关重要。总之，睡眠不足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，都会大幅削弱大脑的生产力。为了保持大脑的最佳状态，充足的睡眠是不可或缺的，请大家务必重视这一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